大家好，这里是 A1 海外财界，我是 Harry。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讲海外税收、架构、投资以及移民。如果你们对这个感兴趣，请订阅我们并打开右下角的小铃铛。嗨，我是 Lisa。2020庚子之年，随着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让中美贸易战和香港事件都戛然而止，但是中美全球追税的脚步并未停下。今天我们和 Harry 一起来聊一聊，沟通一下。你好 Harry。你好 Lisa。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它是说一位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遭到了美国法院的起诉，原因呢是因为他在中国境内的某金融机构有超过1万美元的资产没有进行申报纳税，那么对于他的处罚呢将是5年的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看到这个消息呢，我很震惊。首先，我有一点不明白，就是他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那么为什么他在中国境内的资产需要向美国纳税？首先，这就是一个美国向他的税务居民的海外资产进行征税的一个案例。这是一个最近这几年比较典型的案例。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对他的税务居民是进行全球征税的。那么早在1970年，美国就颁布了银行保密法，在里面就明确的写出了，只要美国居民他们在海外的金融账户，例如保险啊、信托啊、理财啊之类的，这些金融账户里面超过1万美金，他就需要自主的进行申报。那么刚刚你说到的这个客户呢，他是持有美国绿卡的，因为美国绿卡它是属于美国的税务居民。美国的税务居民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美国公民，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的绿卡持有者，还有第三类是1年在美国居住累计超过183天的外国人。那么这个客户啊，他是美国绿卡持有者，那么这一类也是最危险的客户，因为很多的移民往往在刚拿到绿卡的时候，他们欢天喜地，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从此就背上了美国沉重的税务负担。那其实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主人公是不是比较倒霉啊？因为像这样的跨境资产，如果自己没有进行主动申报的话，也未必能够查得到的。怎么说呢？这个其实不能算倒霉，因为在1970年的时候，美国已经有这样的法律，银行保密法，就告诉他们的居民，你们需要自主的去申报，是通过一个叫 FEPA 的一个申报表去做申报。因为这些年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美国的政府又非常的希望将这些散落在海外的这些金融资产产生的收益进行交税。那么他就在2010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新的条款，叫做 FATCA 条款，大家也通称叫做肥猫条款。那这个条款呢，它比较厉害，它除了要求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向美国的税务局自主的申报他的海外资产之外，他还要求这些海外的金融机构直接向美国的税务局申报美国税务居民的金融财产。也就是说，如果未来你不去申报你的海外资产，那么有一天这些金融机构也会把你的金融资产的账户信息啊这些会回传到美国税局。那么有人说，那么外国机构就不可以保护我们了吗？对啊，这里面是有一个挺严重的惩罚的。它对于这些不予配合的这种金融机构，它会征收，应该说它会罚没嘛。它会扣下来从美国流向该金融机构30%的这个资金。所以这一点的话，我相信大家可以不用侥幸，没有任何一家机构会去冒这个险去保护一个。是啊，那确实是这样，确实不会有任何的金融机构会为了某个人和一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和政府进行对抗。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那中国人的境外资产需要向中国主动进行申报吗？是的，中国的新个税法是在19年的1月1号正式开始实施的，在里面就有很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住所或者在中国没有住所，但是1年累计居住超过183天的人就是居民。那么这些居民就需要依法的去纳税。这里的
包括了它的境内和境外的这些资产。Harry， 从时间上来看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全球征税是比美国晚了将近有50年。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窗口期？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暂时没有报税，也是安全的呢？这点我不这么认为。有一句话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或者是不是太贴切的说“笨鸟先飞”。但是中国，我们的领导人并不笨，他的一个规划在很早已经开始。首先，中国在2015年就加入了 CIS 体系，那么 CIS 体系叫做共同申报准则。至于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百度或者 Google 查阅，我这里就不多赘述了。简单的说，现在跟中国签订了这个 CIS 的协议国有100多个国家，也就是说，我们的公民、我们的税务居民，在这些国家的金融账户都会被回传到我们中国来。所以说，这个点很微妙。也就是说，你想现在在逃税，但是中国已经有你所有的一个海外的一个所得的状况。所以这里中国人跟美国人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被全球征税的。那么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一点，2020年中国正式开始了第一次的个人汇算清缴。那么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这个税收从企业汇算清缴的重心倾向于个人汇算清缴。所以说，从今年开始，大家的海外资产一定要自主的申报。那其实这样看来，中国真的是非常优秀啊。那么，作为中国税务居民的我们，应该马上重视到我们自己的税务负担了。对的，相比起来的话，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更加重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次的阵痛，在我的看来，中国会更大。因为美国是在1970年就已经发布了这个银行保密法，也就是说，他从70年就告诉你了，你们是我的税务居民，你们在海外的这种所得是需要纳税的，是需要主动申报的。但是因为呢，长时间以来它的雷声大雨点小，或者执行力不足也好，所以他在10年的时候又颁布了一个非卡条约。那么这个还有个宽限期。2020年才算是正式启动非卡条约。那么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一直以来并不主动去向美国政府申报你的税务，可以说不好听一点是咎由自取，活该。但是呢，中国呢比较聪明，中国是在2015年就加入了 CIS 体系，这样子就已经开始在收集我们的这个中国居民海外的这些数据了。那么新个税法呢，是在2018年颁布，并在2019年1月1号才正式开始实施的。而且我们的税法的追溯期是5年。那么也就是说，也许你之前的一些行为触犯了现行的法律，而且有可能会被追责。那么这个情况的话，我认为中国的这些税务居民应该紧张起来，应该及时的重视。提前的规划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方法，不要等到了当税局来敲门的时候，那就不是太幸福了。那其实这样看来，其实很多人对此并不知情，但是中美全球追税的风暴已经来临，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我们将一一回复。